各位好，我是 Spike，瓜子泡茶听 iPhone 第6集隐私，我们该聊到蓝牙了。其实像蓝牙呀，还有这个 HomeKit 呀等等，大概上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就是是否允许第三方的 App 访问你的这些服务啊，比如说 HomeKit 服务，或者是蓝牙服务，或者是本地网络服务，或者是文件服务，就是它的宗旨都是一样的。其实背后的原理呢也如出一辙啊，我们就不断的举一反三啊，这是其中之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也希望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去聊一聊隐私涉及到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今天这个蓝牙，那我就想稍微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去聊一聊蓝牙。把重点放在蓝牙上，然后顺带呢，把这个隐私方面的蓝牙权限给举一反三一下。我们先来简单的吧，就是如果是隐私设置当中的蓝牙，它考量的是哪方面内容呢？也就是很多的第三方 App， 它希望通过蓝牙去访问你的一些外部设备。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在隐私设置当中设置一个关卡，让你去选择允许谁访问你的蓝牙设备，或者不允许谁访问你的蓝牙设备。它的设置的位置呢也非常简单，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啊。在这个安全性与隐私当中，可以直接找到配件的下面就是蓝牙，因为我这台专门录节目的样机呢，就是没有连接任何的设备，所以是0啊。包括轻 App 也可以的啊，轻 App 其实就相当于如果您住中国大陆的话，就相当于微信小程序吧，你就简单的这一句话这么理解啊，是 Apple 自己的小程序，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它上面写了，已请求使用蓝牙的应用程序将会显示在此处。那因为我这个是等于说是样机了，所以没有显示更多的 App。那我特别准备了一下我正在用的主力机型，那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啊，这个是我主力机型的蓝牙。那你就可以看到，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第三方的 App 希望请求蓝牙权限的。那你可以看到，大概率上呢，都是一些智能家居的 App， 因为它在设置配对，像这种电灯泡啊，或者是路由器啊，或者是门呐，或者是这个什么血压计啊，还有我的这个摄影灯啊，等等等等，是吧？它都是需要访问蓝牙才能够去跟它对应的这个设备进行链接，连接上了之后呢，你才能够用手机进行控制啊。包括你看像 DJI Fly 啊、DJI Mimo 这种，它也都是通过蓝牙先要去找到你附近的这个飞机或者是这个摄像机，然后再进行配对链接。那如果你不希望某一个设备去访问你的蓝牙服务，你很简单，直接到这边把它开关给关掉就好了。所以设置上其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简单的啊。那我们现在来聊2个本期比较重点的话题吧。一个就是什么是蓝牙，还有一个就是蓝牙目前来讲，特别是在 iPhone 上，它大概率会被怎么用到啊？这么2个话题。我们先来讲什么是蓝牙。蓝牙是一个无线通讯协议啊，也就是说，它类似于像我们熟知的 WiFi 啊、蜂窝网络啊、收音机电台啊、不插闭路电视线的那个用天线接收电视节目的那种电视机。天哪，我怎么会想到这里啊？就是无线电啊，知道吧？无线电波的一种啊，你可以就是它特别起了一个名字叫蓝牙。因为在人类的早年啊，就是科技不那么发展的时候，无线电其实是非常陌生的一种技术啊。最早的我猜的不错的话，无线电应该也是民用级的啊，应该也是收音机啊这种东西。那其实你没有必要去特别的解释一下这个无线电，你只要跟大家说这是广播，大家就能明白了啊，就是无线电台。那到后来呢，我们的收音机才分为中波、调频、短波，也就是所谓的 AM、FM 和叫什么 SW， 对吧？这么几个不同的频段。所以现代社会它的无线电的技术呢，被
丰富且广泛的应用在大家的生活当中。所以你如果再把这些无线电技术统称为无线电，这个就非常的容易混淆了。就举个例子来讲啊，比如说这个我们中国人比较注重家庭之间的这个层级关系，所以在亲戚之间他的这个怎么称呼命名啊，姨啊舅啊什么大伯啊叔啊这种，他都有非常明确的一个称谓啊。我记得原来小米还出了一个叫称谓计算器啊，你可以去写我妈妈的哥哥的什么的什么，就是你这个关系可以乱套，套回来之后他直接告诉你你应该叫他什么。这个真的是充分体现了这个中国人的这种家庭关系的复杂度啊。但你看像国外在英语的这个语系里面，它为什么就没有这个东西？就比如说他连哥哥跟弟弟都不是那么的分，其实也分，这前面加赘词嘛，但是大概率上和大多的英语的应用场景，我们就直接把它叫 brother 或者 sister 啊，那这个既是哥哥又是弟弟，就是兄弟，就或者是姐妹，它只有这么分。包括什么亲戚之间，它也不分什么姨啊、舅啊什么的，它只有叔叔就可以了，甚至连那个奶奶外婆也不分的。那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他们在生活当中，在这一块本来涉及的就少，比较简单，他没有这方面的需求。而在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宗法社会里面，你这个需求不但有，而且是刚需啊，而且是必须要有的，没有没法活着。我是说在传统的宗法社会里面啊，现在也不见得是这样了。但很多人还那个没办法摒弃这个传统的习惯，这是另一回事啊！我要忍住，不要跑题。所以其实你当一个东西你用的不多，你只要大概给它命个名字就可以了。但是这种东西如果是非常精细的已经应用到人类的生活当中之后，你就必须给它详细的进行命名了。那无线电其实也是一样的，那同样都是无线电啊，我们可以把它命名为WiFi 啊，命名为蜂窝。WiFi 下面有WiFi 4、WiFi 5、WiFi 6、WiFi 7，然后蜂窝下面有2G、3G、4G、5G、LTE 啊，还有什么那个毫米波啊，就是这再分下去都不知道能分到多少了。所以其实你说蓝牙是什么呢？蓝牙就是这些大分类当中的一个分类而已啊。那我觉得我这个已经讲得非常的通俗易懂了啊，个人认为哈，所以首先把蓝牙的神秘面纱给摘掉。但是为什么蓝牙这个名字一旦出来之后，很多人觉得神秘，觉得奇怪，然后觉得初次接触的时候觉得叫不对，不知道它是干嘛的？其实原因跟这个命名很有关系。这个命名呢是一个好名字，但是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它又不是那么跟世界人民亲近，可能只跟北欧那边或者英语语系里面亲近一点，我也不知道。因为蓝牙它是取的一个丹麦国王，就是它是有个故事的，专门有这么一个地方嘛，叫蓝牙。就是我听说过一个北欧神话，是或者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记不得了啊。就是有一个国王，他非常的英勇呢，喜欢打猎，然后总是胜利，就很厉害这么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呢，他有个牙齿是蓝色的，然后周围的人都很怕他。然后最后就管它叫蓝牙，就有这么样的一个故事，就有点像这个汽车生产厂商为这个汽车型号命名一样的啊，什么奥德赛啊，就这种，然后什么朗逸啊，就是这种，你就找一些跟你的精神比较契合的。所以蓝牙当时找这个名字，当然我不知道蓝牙联盟他是怎么想的，但是我猜测应该也跟这个故事有一定的关系吧。也就是说我很厉害，我这个无线协议很厉害啊，就是像那个国王战无不胜的国王一样，所以我就起个蓝牙，英文叫 Bluetooth， 然后也开发了一个非常好记的符号啊，就是那个这个这样怎就这样画的这个符号，你们到自己蓝牙设置里面看一看啊，就是那个符号。我觉得这些营销方面做的还真的是蛮成功的，但是由于太神秘了，所以大家就不知道它是什么。那我今天把它的面纱揭开，你就知道了，蓝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无线协议而已。
这个是从概念上去解析它。那接下来我们从应用上，为什么有了蜂窝、有了 WiFi 等等这种大家熟知的，已经有了这么多的无线协议了，我们还需要有一个蓝牙呢？其实蓝牙的出现比 WiFi 应该还要早，甚至他们两个其实没有分先后啊，是同一个时代的产物，而且蓝牙也一直在发展。只不过呢，蓝牙它不直接负责接入互联网，所以很多普通的网民就对蓝牙不那么熟悉，甚至现在也我可以想象有很多的网民其实也根本不用蓝牙，也不知道蓝牙是什么啊。直到这个无线耳机逐渐的普及了之后，可能大家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个东西叫蓝牙。其实这都是很往后的事情啊。那蓝牙跟 WiFi 其实是一个互补的关系，两种不同的无线电波。那 WiFi 呢，它主打的是覆盖范围广啊，传输的这个能力比较强，传输数据的能力比较强，比如它的这个传输速度比较快，那所以它呢用来把无线设备接入到互联网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而蓝牙呢跟 WiFi 正好相反，蓝牙主打的功能是什么呢？传输距离比较近，传输的带宽，也就是说传输的这个速度又比较慢。但可能有人会问了，这蓝牙不是疯了吗？有病啊，是吧？你有这个传输距离又远、速度又快的无线这个无线技术，你不用，你专门去发明一个传输距离又近，然后这个速度又慢的这个协议，你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是吧？生怕自己死的这个太快太慢，是吧？但实际上你看蓝牙就随着 WiFi 一起发展到了今天，从当时的蓝牙 1.0 现在已经发展到应该是蓝牙5点几了，快蓝牙6了，也经历了这个跟 WiFi 一样的发展。因为现在 WiFi 最新的到 WiFi 7，那大家能够买到的也就是 WiFi 6，那蓝牙呢应该也就是快到 WiFi 6，应该是5点几这个样子啊。其实他们的发展是差不多的。那到底蓝牙为什么会占领它的一席之地啊，有它的市场？原因是因为跟 WiFi 相比，蓝牙有一个杀手锏，我想说致命的优点，或者说不对，致命往往用在缺点上。那蓝牙有个杀手锏，跟 WiFi 相比，这个是 WiFi 可能是永远望尘莫及的，就是它的功耗。为什么蓝牙的传输距离近，速度又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它的第一要务是功耗，而不是性能。那 WiFi 的第一要务是性能啊，而不是功耗。为什么？你想想看啊，你们现在能够想到的所有的 WiFi 设备，几乎都是插着电源用的，就算不插着电源，它也能插上电源充个电什么的啊。你们想到的是手机，其实不是，手机属于 WiFi 的终端，而真正的 WiFi 发射设备，让你通过 WiFi 连到互联网的是什么？路由器啊。谁家的路由器是用电池的？那还叫路由器吗？也叫，那个叫随身 WiFi 啊。但是随身 WiFi 它的范围不也就10米、20米这个样子吗？它总不至于能够覆盖你们全家吧？谁在家里用个随身 WiFi， 姑且不说它充电麻烦，你这个覆盖范围也可能只能覆盖你那一个卧室而已啊。所以 WiFi 它设计出来，特别是发射端啊，它就是设计来插着电用的，它不太会涉及到考量我还要功耗的这个问题。所以 WiFi 你看好的路由器很多它是要设计散热口的啊，甚至有一些还要弄散热风扇的啊，那就是这个原因。我发热大不怕啊，我功耗大不怕，我的使命就是要越远的连接越好，越快的速度越好，那它当然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而蓝牙呢，就是我第一要务就是要省电，我就是要能耗能多低有多低。所以你看蓝牙从 1.0 发展到 5.0， 它的整个发展路线当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曲线，就是它的功率越来越低。早年的时候啊，我记得在 iPhone 4、iPhone 5的那个年代，我们为了给手机省电，还经常有很多用户把蓝牙功能特别的给它关掉。我忘了我当时有没有做过这件事情了啊。但是也可能曾经做过吧。但是关掉呢，
除了省电以外，对于我来讲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蓝牙设备比较少，蓝牙这个功能它的使用场景也比较少，所以关掉呢也无伤大雅。但是到蓝牙 4.0 以后，大概是在 iPhone 6或者 6S 以后的这个蓝牙版本，我们说从技术上来讲，你就没有必要再把蓝牙关掉，而为了省电了。为什么？它有另外一个名字，蓝牙 4.0 以后的版本有另外一个名字，就叫超低功耗蓝牙。你看，蓝牙本来就是为了低功耗设置的，但是它发展到 4.0 的版本以后，它又来了一个超低功耗。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的 iPhone 里面如果有蓝牙功能 ，iPhone 6以上的机型啊，如果有蓝牙功能的话，你就一直开着它，从来不关，它也不会因为你一直开着蓝牙而降低电池的使用时间。你要是给我较真儿，杠精来了是吧？你非给我杠，你说你会不会降低？对，也能降低。降低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你的 iPhone 一天能连续使用8个小时，然后你如果一直开着蓝牙呢，你可能能够只能用，哎呦，这挺多的，伤害挺多的，可能只能用7个小时零55分钟这个样子吧。啊，可能我还多说了啊，是不是挺多的啊？所以如果您在意这3到5分钟的时间啊，在8个小时的这个尺度里面，你非常在意那3到5分钟，请您关闭蓝牙，咱们就不抬杠了，好吧？但是如果您像我一样是不在意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您现在这个年代已经用上低功耗蓝牙了，然后你还是不开蓝牙，把蓝牙关掉，然后你的理由呢还是为了节省 iPhone 的电量，那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该看我的节目了，是吧？就是看完我的节目，我相信大部分如果还持有那种想法的观众，应该就不会再这么做了啊。所以其实蓝牙的低功耗是让它一直活到现在的一个生存法宝。那你说它为了低功耗，它距离又这么近，只有10米啊，可能蓝牙 5.0 之后会更远一点，但是一般来讲比较稳定的蓝牙传输，我们始终认为就是无阻隔的情况下10米范围之内。那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说 AirDrop 隔空投送，就是你一定要在同一个房间10米之内就可以接收到呢，就可以投过去呢，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蓝牙的接收范围就是10米，包括你的 Apple Watch 跟你的 iPhone 的距离，如果你不是蜂窝版的话，只要跟 iPhone 在10米之内，你是跟蜂窝版的 Apple Watch 没有任何的差别的。只有在 Apple Watch 离开 iPhone 10米开外的时候，它跟 iPhone 没有办法通过蓝牙进行连接了，你才会体现出啊，我是蜂窝的啊，我还能自己连接互联网。那 GPS 版呢就没有网络了。你看这个也是这个原因。那从这个道理上，你可以看出，各位，如果你已经有了 Apple Watch， 并且戴了几年的话，那就证明您 iPhone 上的蓝牙一定是24小时开着的，而且24小时都在用，因为它要跟 Apple Watch 通信呀。那你觉得因为这个你 iPhone 的待机时间有缩短吗？我相信没有吧。起码来说你可感知的是没有，你死乞白赖非去测，那肯定我相信是有的啊。那毕竟有一个设备连接在这里嘛。所以大家知道蓝牙的低功耗是非常牛的，它是就是无线电波里面把功耗能降低到这么低是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你普通大众可以这么去理解。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利用好，这是第二个话题，我们蓝牙干什么，我们怎么样去利用好这个低功耗的特点来为人类服务啊，这个才是真正蓝牙需要落地的内容。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在蓝牙 4.0 以前，也就是 iPhone 6以前的那个年代，即便给了你蓝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用啊，你也不知道是干什么，除了一些科技爱好者可能自己去玩一玩，但你可玩的东西也不多。但你看现在它蓝牙设备就非常多，特别是我刚才给大家看的我的那个智能家居都是用蓝牙。可能你会当时会问说，哎，不对呀，我这个智能家居不是连 WiFi 的吗？如果我都是连蓝牙10米范围之内，那好了，别说我离开家还能给灯开关了，我就算在另外一个房间，我也没办法开那个房间的灯了吧？现在就解答大家这个问题，这个就是所谓蓝牙的落地应用的地方了。那不得不说，这个是人类非常，就是一些科技工程师啊非常厉害且非常有创意的一点，也是蓝牙能够活到今天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大家想到了这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蓝牙和 WiFi 的有机的结合。那最早刚刚还有一些争论，说到底是蓝牙好啊还是 WiFi 好啊？有些人会觉得，既然 WiFi 功率这么低，那这个蓝牙功率这么低 ，WiFi 那么耗电，
用一会儿就没电了，那我又想要用移动设备用电池的，对吧？不方便插电源，我能不能用蓝牙上网呢？其实是可以的，蓝牙网关是有这个东西的。你比如说，你可以把你的 iPhone 通过蓝牙连到你的 Mac 电脑，然后你的 Mac 是上网的，然后把 Mac 的网络分享给 iPhone， 这个很早很早就可以实现了。那为什么不用这个功能呢？那就是在打架啊。WiFi 说啊，你光谈功耗没用，蓝牙说你功耗那么低，你再谈性能也没有用，就打了一段时间。然后到蓝牙 4.0， 也就是 iPhone 6以后，慢慢的，两位就发现咱们别打了啊，咱们打了也没有意义，是吧？咱们服务的都是我们的用户，咱们干脆联合在一起为用户提供服务吧。这一联合，发现原来这种双赢都不是双赢，三赢 ，WiFi 赢了，蓝牙赢了，用户也赢了。那怎么联合的呢？我们就举几个例子吧。先说智能家居，你刚买了一个灯泡回来，你先要干嘛？你如果是连上拧到那个底座上，你这个智能灯泡就能够直接拿手机控制，那现在还做不到这一点，没这么厉害的，是不是？我们就拿最简单的设置方式吧。你买的是一个支持 HomeKit 的灯泡，而且也是支持 Matter 协议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灯泡拧到这个上面，给它通上电之后，一般来讲，在灯泡上面或者是在灯泡的说明书上会有一个配对的二维码。那么这是最简单的方式了啊！你打开你的家庭 App， 然后点添加设备，然后通过扫描二维码去扫这个二维码之后，你就等待就可以了。那对于用户来讲，他会觉得挺神奇的。哎，我扫一个二维码，这个手机就能跟这个灯泡配对，然后就自己就把它弄好了。然后之后配对好了之后，我只要选择在什么房间给灯泡起个名字，然后点个确定，好了，这个灯泡就可以用了。你以后只要联网到世界各地，你都可以控制这个灯泡，然后你可以给它做一些智能家居的一些这个配置跟尝试了。但是它后台是怎么实现的呢？这跟照镜子就是不一样，哎，真是烦，不管它了。它后台是怎么实现的呢？当你扫这个二维码之后，其实你的手机跟灯泡它都内置了这个蓝牙的功能。因为蓝牙是低功耗近距离，你在配置的时候，你的手机肯定跟你的灯泡在一起，它不可能直接通过 WiFi 配对的。为什么？因为 WiFi 你要有你家附近有那么多 WiFi， 它怎么知道哪个是你家，哪个是邻居家？它怎么知道你家的 WiFi 密码是什么？凭空没办法告诉他呀。所以一定要先通过蓝牙的方式，我们把这种方式叫做蓝牙握手。两个设备的蓝牙之间先握个手，彼此先认识一下，告诉你是谁，你到谁家了，你该连什么 WiFi， 先告诉你一下。注意，蓝牙只负责握手，握完手之后，至于你是灯泡，你还是电暖气，你还是电风扇，你还是空调，跟蓝牙没关系了。所以刚一开始扫码的时候 ，iPhone 就会去查找，周围有没有这个二维码里面绑定的这个蓝牙设备呢？那个灯泡也就因为你灯泡通上电了吗？你插上电了之后，它其实就是在开放它的这个信标啊，就是说我在这儿，快来找我，我还没有主人呢，对吧？就它的这个蓝牙就在这么去叫唤。然后这个手机呢，一旦扫码，手机就知道了，你扫码是为了干嘛？你是为了找一个东西嘛，找一个智能家居嘛？那个手机找哪里有新的朋友啊，哪里还有没入伙的，这手机就去找。这个就是两个手机跟灯泡当中的蓝牙在去做的事情。那这么一配对，只要在10米范围之内，他们肯定很快就发现了嘛。发现了之后，手机就会通过蓝牙告诉这个灯泡，你现在在张三主人的家里了啊，他们家的 WiFi 密码是WiFi 名称是 ABC， 密码是1234，你赶快连上吧啊，记住了吗？啊，记住了，好，拜拜了啊，咱们下回见，等你下回恢复出厂设置了，咱们再见。然后蓝牙就断开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就叫蓝牙握手？通过蓝牙握手的方式，你的手机，因为你的手机是连到你家里的 WiFi 的呀。你的手机是知道哪个是你家的 WiFi， 以及你家的 WiFi 密码是多少，包括你的 Apple ID 是多少，哪个是你的个人标识符，你的手机都知道啊。所以你的手机就会通过蓝牙跟这台设备握手之后，把这台设备联网认主人，配置网络设置需要的所有的参数都通过蓝牙这么一握手告诉他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灯泡也会接收到这些信息之后，它就会关闭蓝牙，然后利用收集到的这些手机告诉它这些参数，来把自己设置好，连接到你们家里的网络。而一旦这个灯泡成功的连接到了你们家里的 WiFi 网络，也就证明这个灯泡连接到了互联网了。这个时候，手机和灯泡就可以
根本不用蓝牙，通过 WiFi 甚至通过全球互联网去互相进行连接了。这就是蓝牙跟 WiFi 完整的一个合作的过程。可是如果没有蓝牙，你只有 WiFi 的话，你能想象到你怎么把你的 WiFi 密码告诉那个灯泡吗？早年我用过一些这个智能家居是怎么做的呢？有一些这个智能的摄像头，它是把你的WiFi 的账户名密码做成一个二维码显示在手机屏幕上，然后让你把手机对着那个摄像头拍，然后用这种方式去识别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它没有蓝牙功能，然后它这个设备当中呢有 WiFi 功能，因为必须有 WiFi 嘛。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的手机先点对点的连接到这个设备的 WiFi， 然后再通过网关登录的方式，然后登录到这个WiFi 发射器的服务器里面，然后再通过这种方式输入你们家里的 WiFi 名称跟密码，然后再让它去重新连。那比较初级的一些用户，你听我这个描述，你就不太想去做这个事情了。能听懂的，就说明你已经不是初级用户了。那你就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们后来包括我们设置一个 HomeKit 的智能家居会这么的简单？其实它背后的逻辑就是蓝牙和 WiFi 合作才会产生的。那第二个案例就是我们的 AirDrop 之前聊过的隔空投送，也是这样子的。为什么说隔空投送一定在10米的范围之内？原因也就是因为你这么多手机，我哪知道我要投给谁呀，大哥，你要先告诉我呀。那怎么告诉呢？就是大家先通过蓝牙来互相打个招呼。但你就记住，蓝牙就是通过打招呼 say hello 握手用的。至于你们互相认识了之后，就是一个婚姻介绍所，是吧？我介绍你们认识了，至于你们认识了以后，你们是走不到一起还是走到一起，这跟我没关系了，这是 WiFi 的事情，是吧？蓝牙就是一个介绍你们认识就完了。所以当你们坐在一个桌子，你要隔空投送一个东西的时候，你首先的前提条件是你们必须先在10米的蓝牙范围距离之内彼此发现，然后你通过蓝牙来告诉你的手机，我要把我这个文件投给对面3个人，我要投给哪一个人，你要先这样通过蓝牙去告诉他。你只要点一下那个人的图标，意思是什么？蓝牙和蓝牙之间就通信了啊！我要投给你，我要跟你这个第2个人握手啊，不是跟第1个人握，也不是跟第3个人握，这个关系就搭上了。搭上这个关系之后，你再去传照片、传视频，你会发现那个速度、那个进度条，它绝不是蓝牙能够达到的速度。为什么？因为它后来是用 WiFi 去传的。它先要用蓝牙握手了之后，再用 WiFi 的方式点对点去传。所以一旦这个文件进入到传输中，进度条在走的时候，你稍微距离离远一点，哪怕超过10米，其实问题也不大了。那包括现在最新的这个 iOS 版本有这个通过蜂窝来去传输的方式，那就是只要你们2个曾经碰过面，已经正在传输了，你们2个直接分道扬镳，各奔东西就可以了啊！哪怕一个上天，一个啊，那不能这么说。然后哪怕你 WiFi 的距离也超过了50米也超过了啊，你100米1000米它也能传，它可以通过这个就是蜂窝网络，就是你手机的流量再去帮你传。但是这一切的前提都是蓝牙要先握手，就是你们2个先认识才可以。这是现代蓝牙的一个最新的应用。其实这种应用我的认知范围里面，这样的用法最早的就是出现在 iPhone 的隔空投送当中的啊。我不知道其他的是不是受了这种启发哈。现在越来越多的设备是通过这样蓝牙握手 WiFi 传输的方式。那当然还有一种领域就是我们的蓝牙耳机。你想想看，那么小的一个耳机啊，我现在身边没有啊，就是一个耳塞那么小的一个耳机，它Apple 的第1代的 AirPods 你们还记得吗？就是真的就是把送你那个无线耳机那个线拿剪刀直接剪到，就是那个样子。你想想，那里面要内置一个像 iPhone 4当年 iPhone 4一样强大的芯片，然后还要有电池，还要有发声单元，还要有不是24，一个耳机应该是5个小时的连续收听时间，怎么做到的？那么点的一点电池，那电池没有你指甲盖的容量大，它怎么能连续收听5个小时？然后还要通过无线的方式不断的给你传输音乐数据，怎么实现的？这一切的背后，不就是因为蓝牙主打的是低功耗吗？如果当年蓝牙被 WiFi 打败了，可能现在的这种超迷你型的蓝牙耳机就不会再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面了。那这个是一个蓝牙的直接应用，这个蓝牙耳机就是跟 WiFi 完全没有关系了。
所以很多人在期待说，哎呀 ，Apple 的这个 AirPods 系列能不能出一个支持收听无损音质的？那我就认为你这个其实是听我的节目听少了，是吧？你没有了解到蓝牙它的本质，它的本质其实它越往后发展，它越低功耗。在低功耗的前提下，如果我还能够加快速度，那我肯定是也要加，为什么拒绝呢？是不是？但是如果速度跟功耗之间打架的话，我一定要先保功耗。那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传输速度，也就是说它带宽，它的车道的宽度，它一定是当下最窄的。那无损音乐又是需要大车道、大带宽，你才能够听无损的。那怎么可能通过蓝牙来听无损音乐呢？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又是无线耳机，我知道像索尼已经有了这种所谓的蓝牙的无线耳机，还能听无损音质，我知道有啊。但是你仔细去看一看，那个已经不是蓝牙了。那个它已经是在蓝牙的基础上去附加了 WiFi 协议，就类 WiFi 协议的那种东西，是索尼自己研制的，然后它把它结合在一起，其实功耗已经很高了，已经不是最初的蓝牙的那个样子了。所以如果蓝牙按照目前的这种方案继续走下去的话，你是不太能期待短期内有蓝牙连接方式的，就是纯写蓝牙啊！你别说我自己公司研制一个只有我自己公司知道配方的特殊的无线协议啊，只要能够让我自己公司的耳机满足它的待机时间就可以了。但是呢，它也是基于蓝牙基础上的一种魔改，那个不算啊，那个是有的，我知道这个早就被做出来了，那个是有的。但是如果是纯写蓝牙的话，短期之内，我相信从这个根本上你是看不到无损音质的啊。而在我的个人观点看来呢，普通大众其实是完全不需要无损音质的啊。我听过那玩意儿，最起码我的耳朵目前听不出来，因为无损音质它跟你看什么高清电影 4K 视频是一样的，它整个是一个生产线，不是说你的耳机和蓝牙支持无损就可以了，是吧？你的蓝牙假如说它带宽足够高了，它能支持无损的这种带宽了，那么你的音源怎么样，是吧？你就像 Apple Music 跟这个 QQ 绿钻是一样的呀，是吧？你同样都是一首歌100兆，那就是不一样啊。你因为音源不一样，你不是母带，对吧？那第二个，你的发声单元怎么样？你的这个数模转换模块怎么样啊？你的这个耳放怎么样？等等等等，这个完全都是整个一条生产线，就像你自己组装一下电脑，它有这个组统效应的。所以听无损，它一定是一个专业且小众的玩家在玩这个东西。所以你会看到这种什么晶体管放大器，是吧？那种一个耳机放大器，一个耳放比你的这一台 Mac mini 还要大，然后去戴这个耳机在那边听，就是他追求的不是大众需求，他追求的其实是那种整个在搭建无损音乐的过程当中的那种乐趣啊，是一种掌控感啊。那当然，有些人的耳朵真的是金子耳朵，它不是木头耳朵，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我虽然不认为是木耳吧，但我觉得我也没有达到金子耳朵的那种程度，是吧？所以一方面是蓝牙的低功耗天生注定它不会，短期内不会有无损音乐的这个硬件条件被支持。那第二个呢，就是普通大众来讲，对于无损音乐的需求真的还是没那么高。好，那这期就简单的跟大家聊这么3个话题啊。最简单的一个就是带大家一起看一看蓝牙的隐私设置，我们也不要跑了这个主线啊。第二个呢是聊一聊什么是蓝牙，还有第三个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在这个基础上去看一看蓝牙的现代应用到底是怎么样的。那我也是作为一个抛砖引玉，不管您是这个初级的用户还是老玩家，对吧？想针对蓝牙和蓝牙隐私这个话题，我这个砖抛出来啊，你们有更多的想更多的探讨，那我一直说我这个频道的评论区是含金量蛮高的，请大家继续发帖啊！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观看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